世界7大奇迹，埃及就占了2个，排在第1名的是金字塔，还有排在第7名的亚历山大灯塔。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这个灯塔，它原来是全世界最高最大的一个灯塔，它在的时候呢能够照射到56海里，并且它的高度是达到140米高的。很可惜的就是它被毁掉了，就是地震的原因把它给震毁了。所以说当时的埃及国王他为了防止奥斯曼帝国的入侵，就是防止土耳其人嘛，他们又在这个海边，就是原来灯塔的旧址上，利用灯塔它所毁下来的这个石块，建造起了一个城堡，就是这个魁贝堡了。那么现在我们是来到了这个魁贝堡这里面了，像我们刚刚所说的，像我们刚刚所说的，他们建这个魁贝堡就是为了防止被奥斯曼帝国所入侵的，但是最后呢，很可惜的是，还是被入侵了。所以说还是蛮遗憾的，这样子想起来，就是他们建造这个城堡的目的没有达成。大家看得到这个城堡上面的那些孔洞吗？那些是射箭还有大炮所使用的防御性的一些窗口。现在我们要走到地下室去看一下窗口，直接看得到地中海，旁边蔚蓝的地中海，只是呢被这个铁窗所挡住了，出不去。这个就是他们以前的武器了，大炮，用来防御土耳其人的。来到了亚历山大之后呢，就会感觉到埃及是一个命途多舛的国家。虽然他们有着很灿烂、很昌盛的这个文化，但是因为他们国力比较薄弱，不断的被其他旁边的帝国还有国家所入侵，以至于没能守住自己的边疆，所以说文化上也出现了断层。跟着他们进去这个城堡上边去看一下。难以置信，这里是经过了500-600年的地方啊！这个魁贝堡呢，你看他们墙上的这白色的砖块，还有头顶上那个天花板，这石块都是纯白无瑕的这样子一个状态，白白净净的。经过了500-600年还是这样子。这个魁贝堡在最多士兵的时候有超过4000名士兵驻守在这个地方，因为这里上下一共有好几层，所以说很多的士兵都可以住进来。这个瞭望塔看到的就是这样子的景色，哇，好漂亮啊！地中海可以瞭望得到。魁贝堡这里呢，也是看地中海最好的一个地方，这里有最好的视角，因为旁边呢就是沙滩，就是地中海破碎的这个浪花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但是刚刚我在那个魁贝堡那里忘了给大家拍一下，在上面俯瞰这个地中海的那个镜头。现在给大家看一下。听这位老师在这里讲课，最后一次行程了，待会听完了就可以自由活动。现在是自由活动的时间，我们到晚上7点钟才会来这里集合的，所以说我现在有2个小时这样左右的时间吧，可以跟 Safi 一起去海边逛一逛，然后看看能不能找一个海鲜餐厅吃点东西，因为我们从早上5点多到现在都没有吃过正餐，但是有吃一些零食。到了海边，好大风啊！哇，真的超级大风！我不知道大家还听不听得到我说话了。这是亚历山大城市中心的电车，现在在等红绿灯。我们都走完整条街了，都没有找到能吃到烤鱼的地方。Is it safe to cross this? I think it's safe. Yeah, let's go. Let's go. 而且它这里没有交通灯的。那火车这个电车它就自己驶过来了。我们从外边走进来，终于找到了这里有一家吃烤鱼的。然后 I don't think we have space。现在我们换一个去海边的餐厅吧。虽然亚历山大整个城市所遗留的遗迹并不是很多，
但是现在的民居还是保留有一些欧式的风格在里边的。我们在这里找到一个餐厅，看看有没有座位。很遗憾的就是这家餐厅也满人了，所以我们只能离开，再寻找其他的餐厅。今天因为是周末，所以特别的多人。我们的晚餐不是我们今天的正餐，终于来了。找来找去没找到吃的，只能来这附近吃一些快餐。这个是烤的鸡腿，然后hummus，这个应该是 hummus， 然后这个是蘸酱什么的。我主要是吃里面的鸡肉。Bon appetit. Just bread? Yeah, just bread. 好吧，我要享受我的晚餐了。这个是饭，好难吃，这个饭不好吃。我们现在已经吃完了，打道回府。You found it? I will إن شاء الله. Yeah. 这个 Sophie 她的眼镜找了很久很久，结果她是戴在头上，我也没看见。她找了半天。Thank God. Yeah, because all my attention is in your pocket, right? Okay, let's keep it in its case. Yeah. Better. 找了老半天了，它挂在头上没发现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要回去了，太阳落山了，回开罗。已经回到酒店了，现在已经是晚上的12点钟，实在是太累了，因为今天逛了一整天。因为我算是跟团，所以说行程比较紧张，以至于在各个地方呢也没有很多的时间去给大家介绍，去好好的介绍这些景点，所以呢很多东西也没有拍到。但是呢我已经很满足了，因为亚历山大它原来并不在我的这个行程列表里边，所以说我今天能有机会跟他们一起去游学去玩，我觉得已经很棒了。然后今天我的门票加车费呢一共是花了78人民币的，真的性价比特别高。今天的一日游，当然也是多亏了 Sophie 他让我去参加他们班的这个游学，所以呢才会有机会去看看亚历山大。如果大家来到了埃及，然后对埃及的历史比较感兴趣的话呢，就可以去亚历山大去看一看，那个城市的遗迹还是比较多的，大家可以了解到背后的历史。好吧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